最近一段时间，英国舰队的消息可谓是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可以说，这一挑衅举动已经激起了中国的愤怒。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于中英两国实力差，英国此番前来声称的挑衅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根本吓不到中国。要知道，中国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中国，而英国也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日不落帝国了。然而，意外却发生了。在英国舰队临近印太挑衅之际，国人态度却变了，直呼英国舰船编队威胁太大了。难道是英国派来了大杀器，迎来了救兵吗？并不是。事实或许让你大跌眼镜，该名网友口中的威胁，并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病毒威胁。据观察者网最新报道称，在全世界将目光聚集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之际，该编队却突发意外，上百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疫情。英国《太阳报》消息称，在航母打击群中，至少有一半的军舰出现了疫情感染病例。可以说，目前这一编队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当务之急应该是立即停止部署工作，进行隔离治疗才对。但是英国却没有这么做。英国海军发言人表示，这一疫情情况不会影响到编队的正常部署。言外之意，即使在疫情危急的情况下，英国仍然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挑衅计划。在这一错误决策之下，悲剧也发生了。在传出疫情消息之后，英国航母编队又传出一名水手死亡的消息。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显示，死因为自杀。尽管这两件事情看似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的是，此时英国航母编队上的情况很糟糕，新冠病毒将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整个航母编队。试想一下，如果在这个时候英国航母编队停靠在印太港口，对印太地区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航母编队在即将前往印太挑衅之际，接二连三地爆出坏消息，似乎就像是老天在眷顾中国一样。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来说，英国跟随美国步伐，干涉别国内政，挑动地区局势的做法，永远都是不得到以支持的。如今落得这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奉劝英国趁早回头，如果再执迷不悟，中国的炮弹随时恭候，到那时可不仅仅是天灾人祸这么简单。在7月16号，我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终声文章，警告美国在台湾的作秀行为，故意释放错误信号，引发台海两岸关系紧张。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玩弄政治算计，挑衅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如此加剧台海紧张，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彻底粉碎分裂图谋。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态度坚决，绝不会向美国妥协。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复兴，不择手段在国际范围内各种热点问题上挑衅攻击中国，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现实。而台海问题由来已久，岛内分裂势力想尽办法甘心给西方国家做狗的姿态，令人作呕。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7月15号派遣极其罕见，也是极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 C-146特种军机降落台北机场，长达近40分钟的停留过程，无疑是向中国赤裸裸的挑衅，也是故意向岛内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误以为美国会全力支持岛内势力的分裂行为，这是典型的利用错误误导，玩弄政治算计。这一点，美国不光在台湾这么玩，在东欧、中东等地区手段也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美军这次降落在台湾台北机场的 C-146军机，为什么说有特别意义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美军的 C-146特种军机是一种轻型运输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下的起降。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外观，采用了完全模拟民航客机的样子，而服役的部门还不是随便那几个美军部队能用的。C-146是专门服役给美军特种部队作战使用的一种快速渗透、空投作战的专用机。美军在亚太地区一共就只有2架，就数量的稀少程度来说，堪比航母。了解它的主要服役任务，再来说说背景。在今年6月份，美国五角大楼曾经由海军将领制定了一份作战计划报告，其中有一个就是利用 C-146军机的低空特性和伪装特性，在南海海域执行渗透，利用特种部队进行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基地实施渗透打击。而这种军机会出现在台湾，并停留了40分钟，很难不让人往最坏的角度猜想，美军已经进驻台湾。在事发以后，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获得了相当多的点赞，他认为，如今《人民日报》已经向美国和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敲响了警钟，如果钟声敲不醒他们，那么未来我们就用炮声炸醒他们。说起中美目前的局势，其对抗态势仍然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奇怪的是，美国一面拼命在军事上对华进行挑衅，一面却表露出了访华的求和信号。拜登究竟想干什么？据美国国务院消息介绍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将会于近段时间访问亚洲。从官方透露的行程来看，美国的此次亚洲之行并不包括访问中国在内，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称，其将于下周访华，并同中国一道探讨接下来中美高层会晤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美国在中美高压对抗下对中方释放的求和信号。但是奇怪的是，一向主张合作而非对抗的中国，这次态度却变了。在美国释放出求和信号之际，中方的态度却十分耐人寻味。有消息称，中方拒绝了这一访问请求。而当相关记者在求证这一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直言，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言外之意，中方无可奉告。而这样的表态是十分强硬的。分析指出，这表明中国在对外姿态上愈发强硬自信，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而是让他们学好如何同中国打交道。而一向狂妄的美国，在得到中国这样的回应之后，就瞬间暴露了其虚伪的面目，转身就翻脸不认人。就在中方发表完这一耐人寻味讲话的同一天，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宣布制裁7名中方高层官员，这是美国再一次无理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例证。而更加危险的是，从美国这一紧跟的报复举动便可得知，美国并无诚心同中国交好。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强大一天，就是对他们霸权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极端想法的支配下，遏制打压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首要任务。但是这样的遏制政策并非是一以贯之的。从当前拜登的做法来看，他们既希望对中国进行高压遏制，与此同时又希望在美国困难之际借中国来缓解自身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偶尔释放出对华友好信号的原因，并不是他们醒悟了，而是有求于中国。归根结底，美国要遏制中国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从中方这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方已经看透了美国的伎俩把戏，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中国也不会再相信美国假意求和的鬼话。保持战略定力才是中国对待美国打压最好的做法。说起近期最热门的新闻，就不得不提美军机降台这一事儿了。尽管他们清楚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还是踩上了这一条红线。虽然只是短暂的停留，但还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中方表示了严厉斥责。国防部和国台办接连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军切勿玩火。而随后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盟友们的态度。我们知道，在印太，美国拥有多个盟友，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盟友在对抗中国这件事上都紧紧追随美国的步伐。例如前不久，美国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而后日本、澳大利亚等相继表态，将会在必要时出兵援助美军。然而这一次，在美国被中国炮轰之际，美国的盟友们不仅选择袖手旁观，还罕见地发生了内讧。日前，据北京晚报最新报道称，日韩网友隔空开撕，而事件的起因是因为韩国贴出的一条为奥运会加油的横幅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其引用的抗日名将名言在日本人看来是反日象征。而韩国人在听到此话之后，怒对日本人玻璃心。从这一事件来看，日韩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这似乎也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及其盟友看似在对抗中国上团结一致，但其实美国同盟友之间、盟友内部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嫌隙。对于美国而言，印太地区的盟友不过是其对抗中国的棋子罢了，一切都是以实现美国优先为前提。而其他盟友之所以依靠着美国，无非是想利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来壮大自身，或者是寄希望于美国能够对其进行军事保护。可以说，这样纯粹以利益的纽带互相利用的盟友关系，最终也会因为利益分歧一拍而散。此次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以往在挑衅中国时，在美国的带领下，盟友们都敢一个鼻孔出气，而现在中国发怒了，美国被中国大力炮轰，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盟友们却不敢站出来力挺，还罕见发生了内斗。试想一下，一旦美国同中国真的打了起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会站出来为美国两肋插刀吗？大概率是不会。毕竟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不同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印太地区的盟友们可是在中国眼皮子底下活动的。要是他们胆敢对中国不利，解决他们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这一点中国很清楚，他们也很清楚。